第32章，贴心的担忧。乔，我有些担心贝斯。为什么呢，妈妈？自从梅格家添了小宝宝，他看起来比平时好多了呀。我不是担心他的身体，是担心他的精神状态。我肯定他有什么心事，我想让你想法子弄清楚。是什么让您这么想，妈妈？他常常一个人静坐，不像以前那样总爱和爸爸说话。有一天，我发现他在梅格的孩子们旁边哭。他唱歌的时候，也总是挑那些最伤感的调子，而且他脸上时不时会流露出一种我捉摸不透的神情。这太不像贝斯了，所以我很忧虑。您跟他谈过了吗？我试过几次，可是他若不是回避我的问题，就是露出一副极难过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再追问下去。我从不强迫别人吐露秘密，而且通常也不用等太久。你们姐妹中总会有人忍不住告诉我些什么的。马奇太太说话时看着乔，但乔脸上并无异样，看不出他是否知晓贝斯的秘密。乔依旧安静地做着针线活，过了几分钟，才开口道：“我想，他这是长大了，开始思索一些事情，心里有了些自己也说不清的期盼、忧惧和烦恼。您瞧，妈妈，贝斯已经18岁了，可我们总没意识到，还把他当小孩子看，忘了他已经是个姑娘了。”是啊，亲爱的，你们长得真快。母亲笑着叹了口气说：“这是免不了的，妈妈。您将来还得操心我们一个个离开家呢。若能让您宽心些，我保证不会走得太远。”这真是莫大的安慰，乔。如今梅格不在家，你一回来，我就觉得心里踏实多了。贝斯身体不好，艾米又太年轻，指望不上。但我知道，若真有什么事需要帮忙，你总是靠得住的。您知道我不怕辛苦，而且每个家里都需要一个能干的人。艾米擅长精细活儿，但我更乐意在需要收拾屋子或大家都生病的时候搭把手。艾米在国外表现很好，但家里若有什么短缺，尽管吩咐我。那么，贝斯的事就交给你了。如果他肯说出心里话，肯定会先对你说的。待他温柔些，尽量别让他觉得我们在留意他，或是在背后议论他。只要他能恢复健康和快乐，我就心满意足了。您可真容易满足，我呀，倒是有好多愿望等着实现呢。是什么呢，亲爱的？我先处理好贝斯的事，再跟您分享我的烦恼吧。他们不算严重，可以等等。说完，乔带着自信的神情离开了，这至少暂时让马奇太太安下心来。乔一边假装忙自己的事，一边细心观察贝斯。几番猜测之后，他得出了一个似乎能解释贝斯变化的结论。一件事为他提供了揭开谜团的钥匙，至少他认为是这样，而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充满爱意的心灵则补全了其余的部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屋里只有她们姐妹俩。乔假装埋头写作，眼睛却一直留意着妹妹。贝斯看起来异常安静，她坐在窗边，常常把手中的活计放在腿上，单手托腮，神情落寞地望着窗外的秋景。突然，有人从窗下走过，像唱咏叹调似的吹着口哨。一个声音喊道：“一切安好，我今晚会过来。”贝斯双眼一亮，向窗边凑近些，笑着点了点头。那个年轻人则大步流星地走远了，直到消失在视线之外。然后他仿佛自言自语般说道：“这孩子看起来多么强壮、健康、快活啊！”哎呀，
乔看着妹妹，心里暗道。只见贝斯脸上的血色迅速褪去，笑容从唇边消失，一滴泪珠落在了窗台上。贝斯猛地转过身，不安地望向乔，却发现乔正奋笔疾书，仿佛完全沉浸在他的奥林匹亚的誓言中。贝斯一转回头，乔又重新打量她，注意到那姑娘不止一次地用手捂住眼睛。从她半侧的脸庞上，乔看到了一种温柔的悲伤，这让他自己也忍不住掉下泪来，生怕被察觉。乔小声说自己需要更多纸，便离开了房间。天哪，贝斯爱上老李了。乔坐在自己卧室里，因这突如其来的发现而脸色发白，自语道：谁能想到呢？妈妈会怎么说？不知道她是不是……乔打断了这个念头，脸颊倏地红了，心想：如果老李不爱他，那就太可怕了。他必须爱他，我会让他爱上他的。他摇了摇头，气恼地回想起那个曾隔着院墙取笑他的淘气男孩。老天，我们长得多快啊！梅格嫁做人妇，还当了母亲。艾米在巴黎春风得意，贝斯也恋爱了。只有我还算清醒，能给这场胡闹收场。乔沉思片刻，脑海中依然是老李小时候的模样。随后，他额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坚定地对他说：不，先生，多谢厚爱。你很迷人，却比风向标还靠不住，所以请收起那些感人的便条和醉人的微笑吧。你什么也得不到，我绝不允许。然后他叹了口气，思忖良久，直到天色渐暗，才想起该下楼去看看妹妹。他去了，并且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想法。老李过去常跟艾米打趣，跟乔戏谑，但他对待贝斯却格外体贴温柔。不过仔细一想，大家待贝斯素来如此，所以很难断定这年轻人对他有什么特别的情谊。事实上，全家人都觉得老李对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上心。当然，乔对此充耳不闻，若有人胆敢提及，他便会矢口否认。倘若他们知道老李在过去1年里那些温柔时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些试图营造温柔时刻却屡遭当场打断的经历，他们定会心满意足地评论道：乔，我早说过了。但乔厌恶这类玩笑，从不参与，总是用一句俏皮话或一个微笑化解危机。老李上大学那阵子，几乎每个月都会迷上一个新姑娘，但那些短暂的热恋来得快去得也快，并未留下什么后患。乔很喜欢观察这个年轻人如何从期盼转为失落，再归于平静。他每周来访时，都会细细向他倾诉这些心路历程。然而，过了一段时间，老李不再轻易对那么多女孩动心，开始拐弯抹角，神秘兮兮地谈论一种唯一的激情，甚至有时会陷入忧郁。最后，他干脆避开任何情感话题，只给乔写些哲学意味的字条，专注于学业，并声称打算全力以赴，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这种情况，比起黄昏时的倾诉、温柔的握手和饱含深意的眼神，更让这位年轻女士满意。因为乔的心智比情感更成熟，她更偏爱想象中的英雄，而非现实中的人物。前者可以被他关在阁楼的铁皮玩具厨房里，腻烦了便弃之不顾，但真实的英雄却不那么容易掌控。就在这种情形下，乔做出了他的重大发现。当老李那天晚上来访时，他以前所未有的眼光打量着他。如果他没有先入为主地存了这个念头，或许不会觉得贝斯为何如此安静，老李又为何对他那般体贴有什么奇怪。但他已放任自己的想象驰骋，不受约束，常识也无法阻止他，因为他早已被这位年轻作家耗费大量时间创作的激情爱情故事削弱了。
贝斯像往常一样躺在沙发上，老李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讲些趣闻逗他开心。这个每周一次的仪式，贝斯很是期待。然而，那天晚上，乔觉得贝斯望着那张黝黑而充满活力的脸庞时，眼中流露出非同寻常的喜悦。虽然那年轻人讲述着一场比赛的细节，用了一些对他而言如同天书般的术语，他却听得津津有味。同样，乔也觉得老李身上似乎比平时多了几分殷勤，他多么希望如此。那男孩说话的声音很轻，笑声比平时少，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并且几乎像个恋人般细心地为贝斯盖好毯子。谁知道呢？更离奇的事都发生过。乔一边踱步一边想，如果他们相爱，他会成为他的天使，他则会使他的生活更愉快、更舒适。我相信，只要我们其他人不从中作梗，老李一定无法抗拒贝斯的魅力。既然唯一可能从中作梗的人就是他自己，乔便认定应该尽快让贤。但是怎么做呢？他苦思冥想，寻找一个配得上好姐姐的办法。那张旧沙发堪称沙发中的元老，又长又宽又矮，还堆满了靠垫。的确，它有些年头了，因为姐妹们小时候曾在上面睡觉，坐在靠背上玩耍，骑在扶手上嬉闹，还在下面藏匿他们的布偶宠物。到了少女时代，她们疲惫的头颅也曾枕着它歇息，做着最甜美的梦，兴奋地交谈。人人都喜爱这张可敬的沙发，它是家庭的港湾，也是乔最爱偷懒的地方。在装点它的众多靠垫中，有一个格外突出，它又硬又圆，包着粗糙的马毛面料，两端用一个结和一个纽扣固定。这个讨人嫌的靠垫是乔最珍视的宝贝，他用它做武器，做路障，还在最困倦时用它来防止自己睡着。老李对他了如指掌，并且深恶痛绝，因为乔过去曾多次用它捶打他，小时候玩闹本是常事，最近他则用它来阻止他靠近自己。如果香肠，他这么称呼它，放在沙发一端，就表示可以靠近歇息。但若他横在中间，那可怜的人、女人或孩子胆敢打扰他，便会自讨苦吃。那天晚上，乔忘了设置路障，所以他刚坐下不到5分钟，就见一个高大的身影走过来，四肢舒展地躺在了沙发上。躺下后，老李心满意足地喊道：“这才是生活，请注意你的行为。”乔一边说，一边手忙脚乱地想把靠垫塞过去，但为时已晚，没有空隙了。靠垫滑落在地，不见踪影。好啦，乔，别这么暴躁。苦读1周之后，人是需要并且理应得到些体贴的。让贝斯体贴你吧，我忙着呢。不，我不想打扰他。但你喜欢这些事儿，除非你改主意了。当然，是这样吗？难道你现在讨厌你的男孩，宁愿用靠垫打他？这些温柔的话语足以打动任何人，但乔却背对着他的男孩，用冷淡的语气问道，以此浇灭了他的热情。你这周给劳达尔小姐送了几束花？1束也没有，我向你保证。那还用说，她订婚了。我很高兴，因为给那些你根本不感兴趣的女人送花送礼，在我看来纯属浪费。乔用责备的口吻说。可那些真正让我感兴趣的聪明姑娘，又不让我送她们花和礼物，所以我能怎么办呢？我总得表达我的感情吧。妈妈不赞成这种轻浮的玩笑，即使只是为了好玩。而你，泰迪，
却总是在胡闹。我真希望能说彼此，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我只能说，我不觉得玩玩有什么不好，只要所有相关的人都明白，这不过是一种愉快的消遣。说实话，这似乎挺有趣的，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试过，因为如果你不像别人那样做，就会觉得自己是个怪人，但我不太擅长这个。乔暂时忘了自己导师的角色，坦诚道：“跟艾米学学，她在这方面可有天分了。”事后，她做得很好，而且从不过火。我想有些人天生就讨人喜欢，即便他们无意如此，而另一些人则注定要在不合时宜的场合说错话，做错事。我很高兴你不会胡闹，能认识一个既聪明又真诚，既能表现得快活友好，又不会失态的年轻女子，真是件乐事。不瞒你说，乔，我交往过的一些女孩，她们的举止有时真让我难为情。当然，她们并非存心不良，但如果她们知道男孩子们事后在背后怎么议论她们，我想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改变态度的。他们也在背后议论你们，而且女人的舌头更厉害，你们的情况更糟，因为你们和他们一样傻。如果你们举止得体，他们自然也会。但既然他们知道你们喜欢他们那些傻气行为，他们就会固态复萌，然后你们又会反过来指责他们。看来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女士。老李用一种略带优越感的语气说。虽然有时看起来不像，但男人并不喜欢轻浮或过火的行为。绅士们总是对美丽而端庄的年轻女子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你这份纯真可真宝贵。如果你替我应酬1个月，保管你会大吃一惊。我向你保证，每当我遇到举止不端的年轻女子，我真想引用咱们朋友知更鸟罗宾的话：滚开，你这厚脸皮的丫头！看到老李试图解决这个难题，乔实在忍不住笑了。一方面，他作为绅士不愿说女人的坏话；另一方面，他又本能地厌恶那些在所谓上流社会的年轻女子中颇为普遍的轻浮举动。乔知道许多母亲都认为年轻的劳伦斯是个理想人选，他们的女儿都对他含情脉脉，各个年龄段的女性也都对他赞不绝口，以至于他几乎不可能不变成一个花花公子。他曾为此感到嫉妒，担心他会被宠坏，因此，当他发现他依然更偏爱端庄的年轻女子时，不禁感到欣慰。他再次摆出告诫的姿态，小声说道：“泰迪，如果你非得表达你的感情，那就选择一个你能够尊重的美丽而端庄的年轻女子，别把时间浪费在那些轻浮的姑娘身上。”老李带着既焦虑又欣喜的眼神看着他，问道：“你是认真的吗？”当然，虽然最好还是等到你大学毕业再说，同时好好准备，让自己配得上她。你现在还不够好。配不上那位端庄的年轻女子，无论她是谁。乔显得有些不安，因为他差点就说出了那位女士的名字。我的确不够好，老李承认道，带着一种在他身上从未有过的谦逊，同时目光垂落在地，心不在焉地将乔围裙的带子缠绕在手指上。天哪，这可不行，乔心想，然后说道：“去给我唱首歌吧，老李，我非常想听些音乐，我总是喜欢你的歌声。”我宁愿待在这儿，谢谢。不行，你不能，这里没地方，去做些有用的事吧。你块头太大了，当不了摆设。我记得你说过，你受不了一个女人的围裙束缚。乔引用了这个年轻人很久以前说过的叛逆话。那得看是谁的围裙。老李厚颜无耻的拉了拉围裙的带子。
你走不走？乔抗议道，弯腰去捡靠垫。老李逃走了。他一开始弹琴，乔就溜之大吉，直到这个年轻人生气地离开后才回来。那天晚上，乔辗转难眠。当他终于开始迷迷糊糊睡去时，一声啜泣让他跑到贝斯床边，问道：“你怎么了，亲爱的？”我以为你睡着了。贝斯一边回答，一边不停地哭泣。还是老毛病吗，宝贝？不，是一种新的疼痛，但我能忍受。贝斯一边说，一边努力止住哭泣。告诉我一切，让我像以前一样帮助你。你帮不了，这种痛是治不好的。说完，贝斯的声音哽咽了，他抱着妹妹，哭得那么绝望，乔都感到害怕了。你哪里疼？要我叫妈妈吗？贝斯没有回答第一个问题，但在黑暗中，他无意识地用一只手捂住心口，仿佛那里就是疼痛的根源。同时，用另一只手紧紧抓住乔，恳求道：“不，别叫他，什么也别告诉他，我会平静下来的，很快就能睡着的，真的。”乔答应了。当他温柔地用手抚摸妹妹的额头和湿润的眼睑时，他感受到了她的悲伤和她倾诉的渴望。尽管他年纪尚轻，却已明白，人心如同花朵，不能强行开启，它们自有其开放的节奏。因此，虽然他自认知道妹妹心天痛苦的原因，却只是用最温柔的语气补充道：“你有什么烦恼吗，亲爱的？”是的，乔，贝斯在长久的沉默后回答道：“如果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会不会感觉好些？”不，现在还不行。那么我就不问了。但记住，贝斯，妈妈和我随时都愿意听你倾诉，帮助你。我知道，我会尽快告诉你们的。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吗？哦，是的，好多了。和你说话真是莫大的安慰，乔。睡吧，亲爱的，我会陪着你。他们脸颊相贴，相拥而眠。第二天早上，贝斯又恢复了往常的模样。18岁的年纪，心灵的伤痛不会持续太久，几句充满爱意的话语，便是治疗多数疾患的良药。但是乔已经打定了主意，考虑了几天后，他决定告诉母亲：“有一天，您问我有什么愿望，妈妈？好吧，我想跟您分享其中的一个。”当只有他们母女二人的时候，乔说道：“我想在冬天离开家，换换环境。”为什么？母亲问道，看着他，仿佛担心这些话里藏着什么别的意思。乔没有抬头，继续做着手里的活计，非常严肃地回答道：“我想接触些新事物，我感到有些焦躁不安，想去看更多，做更多，学更多。我太专注于自己的小世界了，需要换个环境。如果您冬天不需要我，我想暂时离开家，出去闯荡一下。”你要去哪里？去纽约。昨天我突然有了个主意，您瞧，您还记得科克太太给您写信，请您帮忙找一个会做针线活，又能当她孩子家庭女教师的年轻女子吗？找到合适的人挺难的，但我想我稍加努力应该能胜任这个职位。亲爱的，你真的想去那座大宅子里当差吗？尽管马奇太太很惊讶，但她似乎并不反对这个想法。也不完全是当差。科克太太是您的朋友，也是我认识的最和善的人。我相信为她工作会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她的家人住得很远，所以没人会知道我在那里。即便他们发现了，我也不在乎。
这是一份正当的工作，没什么可羞耻的。我同意，但是你的写作呢？我相信换个环境对我会大有裨益。看看外面的世界，听听新的故事，有助于我拓展创作思路。即使我在那里没时间写东西，等我回家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素材可以利用。我毫不怀疑，但这是你突然冒出这个念头的唯一原因吗？不，妈妈。你能解释一下你的其他原因吗？乔抬起头，然后又低下头，脸红着，小声说道：也许我错了，这只是我的虚荣心作祟，但我担心老李太喜欢我了。那么，你并不像他开始对你表现出兴趣那样喜欢他吗？马奇太太问出这个问题时，显得很紧张。不一定的，我像以前一样喜欢他，我为他感到骄傲，但想到其他任何事情都是不合适的。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乔。为什么？因为我不认为你们是天生一对，亲爱的。做朋友，你们相处得很好，虽然时常争吵，但很快就能和好如初。但我认为，如果你们想成为伴侣，是行不通的。你们太相似了，而且都太真实自由，更不用说你们俩都性情刚烈热情，所以很难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一段感情要长久，除了爱，还需要无限的耐心和克制。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很高兴您认为他只是刚开始对我有兴趣。我会很难过让他不开心，但我不能仅仅因为感激而爱上一个人，对吗？你确定他对你的感情吗？乔的脸更红了，他带着年轻姑娘谈论初恋时常有的那种骄傲、喜悦与伤感交织的复杂神情回答道：恐怕是的，妈妈。他什么也没说，但他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我想最好在这件事发展下去之前离开。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会看看能做些什么来安排你走。乔松了口气，沉默了几秒钟后，他笑着评论道：我想莫法特太太如果知道您是如何做决定的，一定会大吃一惊。我敢肯定她会很高兴，安妮仍然有机会和老李在一起。乔，即使我们做出的决定不尽相同，但天下母亲的心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梅格很幸福，我很高兴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至于你，我宁愿让你尽情享受你的自由，直到你厌倦为止，因为只有到那时，你才会发现有些东西比自由更甜蜜。目前，艾米是我最大的担忧，但她是个明智的姑娘，我相信她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至于贝斯，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她能恢复健康。说起来，她这几天看起来比前阵子有精神多了。你跟她谈过了吗？是的，她承认自己有心事，并答应尽快告诉我。我没有追问，因为我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乔把他的猜测告诉了母亲。马奇太太摇了摇头，不愿从浪漫的角度看待这件事，而是非常严肃地重申了他的看法，那就是乔离开一段时间对老李来说要好得多。在我们安排好一切之前，先不声张，这样，到时候我就可以溜之大吉，免得老李大发雷霆，吵吵闹闹的让贝斯以为我离开只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没法跟他谈论老李。然后他就可以给他鼓励，安慰他，帮他转移感情。老李经历过太多次感情挫折了，他已经习惯了，他肯定很快就能从失恋中走出来的。乔希望如此，
但他在内心深处担心这次挫折会比以往的更难。他的朋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从失恋中恢复过来。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宣布了自己的计划，大家都表示赞同。科克太太欣然接受，并承诺乔在他那里会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家庭女教师的工作能让她独立，并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写作。此外，他在社会上的新生活也将是一个有益且愉快的灵感来源。乔喜欢这个主意，并渴望离开。考虑到他不安分的本性和冒险精神，他的家对他来说显得越来越小了。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才惴惴不安地跟老李谈起此事。但令他惊讶的是，这个年轻人反应平静。几天来，他比平时更严肃，但依旧像往常一样友善。当乔开玩笑说他准备翻过这一页时，他严肃地补充道：“我也是，我决心永远不再回头。”乔看到他如此冷静地接受了这件事，感到很欣慰，并高高兴兴地继续做着准备。贝斯似乎也更有精神了，他相信自己正在为大家做最好的安排。我需要请你帮我一个忙，我想让你帮我照看一些东西。他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说。你是说你的手稿吗？贝斯问道。不，我说的是我的男孩，对他好一点，好吗？当然，我会的。但你知道，我无法取代你，他会非常想念你的。他会没事的。记住，我信任你，让你代我烦他、宠他、训斥他。我会尽我所能的，贝斯承诺道。他想知道为什么妹妹用一种如此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当老李来告别的时候，他凑到乔耳边，小声说道：“没用的，乔，我会盯着你的。你可得小心点儿，想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否则我会去找你，把你带回家。”